午夜的战场，雷达屏幕上空白一片，防空指挥员机械地切换波段，却只能捕捉到几个闪烁的杂讯，下一秒又消失无踪。不是因为敌人没来，而是因为新的隐形技术让整个编队仿佛消失在电磁波里。与此同时，高空之上，一架线条冷峻的隐形战机正带领数架无人僚机，以完美的队形穿越夜空。僚机自动分工，有的释放电磁干扰，有的制造虚假目标，有的携带精准制导炸药，准备进行低空突袭。而核心有人机 F-47隐藏在阵列之中，仿佛一枚静默的作战中枢，通过 AI 系统实时分配任务。这是未来空战的场景，没有单机缠斗，而是无人机协同群体突防。这不是科幻，而是美国空军正在研发的 F-47。它被寄希望为未来30年的制空支柱。它拥有比 F-22更深度的隐身设计，作战半径超过1000海里，大约1850公里的远程突防能力，还能通过 AI 驾驶舱同时指挥4、5架无人僚机。这就是 F-47。它不仅是一架飞机，而是一个空战指挥节点，是一种新的制空模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它真的能撑起未来30年的制空权？它与 F-22、F-35究竟有何不同？它的命运会是空战传奇，还是下一个天价豪赌？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这里是 High Weapon。今天我们就来全面解析 F-47战机与 NGAD 计划的演进。要理解 F-47的出现，就必须回到它的起点。冷战结束后，美国空军迎来了制空战机的巅峰之作 F-22猛禽。它在隐身、机动性与传感器整合上遥遥领先，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款第5代战斗机。但问题在于它太贵了，原计划750架，最终只生产了187架就停产了。于是美国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，有史上最强的战机，却数量不足以支撑全球战略需求。接替者 F-35闪电2走的是另一条路，用平价隐身机的思路解决规模问题。它是一架多用途平台，可以空战，可以对地，甚至可以舰载，但代价是性能妥协，航程有限，机动性一般，而且价格依然高昂。F-35确实成为盟友的标准答案，但却不是未来空优的终极解读。于是美国空军在2010年代提出了 PCA 穿透反制空军概念，它的目标很直接，研发一架能够深入敌方远程防空区，与敌机正面对抗的超级 F-22。但问题在于 PCA 还是停留在单机突防的思路上。进入2010年代后期，战略环境和技术条件都发生了变化，对手的防空体系越来越复杂，如 S-400、S-500，仅靠一架飞机的隐身与航程已经不足以保证制空优势。于是战略层面需要更大的框架，不仅要突防，还要掌控整个空域的制空权。同一时期，无人机、AI、数据链技术快速成熟，美国开始提出中程僚机的概念 CCA， 将无人机技术进入可实战化阶段，让一架有人机带领4、5架无人机协同作战，用数量优势加低成本无人机来放大有人机的战力。并且美国空军逐渐意识到，未来的战争不是单机对单机，而是体系对体系。于是 PCA 升级为更宏大的 NGAD 下一代制空优势计划。它不再是一架飞机的代号，而是一个系统家族，核心有人机加多架中程僚机加网络化传感器与武器。简单来说， PCA 是一架飞机，而 NGAD 是一整个未来空战模式。不过这个体系并非一帆风顺，到2024年，随着成本飞涨， NGAD 一度被美国国防部战略暂停。当时有分析认为，这个项目可能会成为第2个预算黑洞。但很快，随着战略压力加剧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3月21日正式宣布项目重启，并将合同授予波音公司。这份合同进入工程与制造开发阶段，规模估算超过20亿美元，相当于一次巨额豪赌。战机编号最终被定为 F-47， 这个数字的背后并不仅仅是一个顺序号码，而带有多层象征意味，引发外界热议。在历史传承上，它呼应2战时期的 P-47雷电，那是一架以耐打能扛著称的经典战机，将47再次赋予新机，暗示 F-47同样要继承这种皮实可靠的精神。而1947年，美国空军正式从陆军独立成为单独军种，选择47这个编号，也认为是对空军成立年份的纪念。更深层次的政治寓意
2025年重启 NDAG 并宣布合同的正是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。外界普遍认为 F-17这一编号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下的政治背景挂钩，因此 F-17不仅仅是一个新型号，它在名字里就继承了历史、军种与政治的3重意味。无论如何解释， F-17这个名字已经定格在美国空军的历史里。它不仅仅是一架新飞机，而是一次制空思维的全面重启。从 PCA 到 NGAD， 从单机性能到系统家族， F-17的出现标志着美国空军在进入2023年的前夕，正在用一架全新的战机去赌未来30年的制空权。如果说 F-22是一名孤胆英雄， F-35是一个多面手，那么 F-17的设计逻辑完全跳出了单机性能的框架，它更像是一个空战操作系统。第一，隐身的新高度。 F-22的隐身优化主要集中在 X 雷达波段，而 F-17的目标是要对抗更复杂的探测手段，包括低频雷达、红外传感器，甚至是多基站网络探测。在设计中，它的机身轮廓更加锐利，进气套更深、更规整，连发动机尾喷的热信号也做了特殊的处理。简单来说， F-17不只是让敌人的雷达屏幕看不见，更是让各种传感器都无从下手。F-17的作战半径超过1000海里，约1850公里，这意味着它可以从关岛、夏威夷等后方基地直接起飞，深入西太平洋或中东战区。对比之下， F-22的作战半径大约600海里， F-35更少。这一次，美国空军明确要求 F-17必须具备跨洋突防的能力，因为未来的突防很可能发生在距离美国本土数千公里之外。第三， AI 驾驶舱。过去飞行员要面对复杂的仪表和雷达信息，但在 F-17上 AI 将成为飞行员的副驾驶，它能够实时分析战场环境，筛选目标，甚至在飞行员反应之前就给出规避路线和武器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同时指挥无人僚机，让飞行员从单机飞行员变成编队指挥官。第四，中程僚机 CCA， 这是 NGAD 概念的核心。每一架 F-17都会带领4到5架无人僚机，这些僚机有的专门负责干扰，有的携带导弹，有的充当诱饵。在作战中，敌人的雷达可能同时看到10几个信号，却无法分辨哪一架是真正的有人机。这就意味着敌人必须浪费更多火力，而 F-17可以安然隐藏在编队中心。第五，未来武器接口。 F-17在设计之初就为未来预留了接口，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导弹，可以集成高能激光，用来拦截来袭导弹或近距空战，甚至可以成为网络作战的空中节点，直接干扰敌方通讯与卫星。换句话说， F-17并不是一架一次性定型的飞机，而是一个可以升级的平台。随着未来武器出现，它随时可以加装或适配。美国空军内部有个形容词叫做 Family of System， 系统家族。 F-17的官方定位就是这个家族的长子，负责带队出击，这也是它和前辈们最大的区别。 F-22靠自己强， F-35靠数量多，而 F-17靠的是带队打群架。需要强调的是， F-17并不是孤立的产物，而是全球6代机浪潮的一部分。在欧洲， FCAS 法德西联合未来空战系统也提出系统家族思路，核心有人机搭配遥操作载具无人机，目标同样是突破多层防空网。它强调的是多国联合自主，希望在美军之外形成独立的制空体系。在英国 Tempest 战机的蓝图展示了一种未来座舱，飞行员面前几乎没有实体按钮，全息投影与 AI 虚拟副驾驶辅助决策，同时机身预留了定向能武器接口，未来可能加装激光炮。而在亚洲，日本的 F-3设计强调的是长航程与全谱段隐身，因为它要覆盖广阔的西太平洋战区。日本提出的目标就是作战半径远超现役 F-15与 F-35，可以说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全谱段隐身，对抗雷达加红外加多基站探测，远程突防，作战半径倍增。 AI 驾驶舱，飞行员不再是孤军奋战，中程僚机，群峰作战成为常态。未来武器预留，高超音速加激光加网络战，但区别在于，美国 F-17更强调系统家族， CCA 无人僚机是核心亮点，欧洲 FCAS 更强调联合开发，英国 Tempest 更强调 AI 座舱与未来武器，日本 F-3更强调航程与防御战略。所以 F-17的出现不只是美国的选择，而是全球6代机竞赛的缩影。
它的每一个设计方向在世界各地都有呼应者。之前我们展示了 F-47的未来蓝图，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，它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飞上天空？第一步，合同与资金。在经历过2024年的战略暂停后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3月21日正式宣布重启 NGAD 计划，并确认由波音公司拿下主承包合同。这份合同进入工程与制造开发阶段 （EMD）， 规模估算超过200亿美元。在2026财年，美国空军更是申请了35亿美元的专项预算，其中26亿来自军方自主拨款，9亿由国会额外批准。这意味着，哪怕财政压力巨大 ，F-47也被明确列为必须推进的项目。第二步，工业分工，波音负责整体机体设计与生产，而动力系统则由普惠与通用电气承担。目标是兼顾高速巡航与低速隐身巡航效率。这类发动机一旦成熟，不仅能让 F-47的航程突破1000海里，还可能为未来的高超音速飞行提供技术铺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份大规模资金与市场合同，对于波音来说，不仅是军事订单，更是一次救命稻草。近年来，波音的商用机业务因为安全与质量问题持续低迷，营收和市场信任都遭遇打击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赢得 F-47主合同，等于获得了一笔稳定且巨额的军方投资，对其维持研发与制造体系至关重要。正因如此，美国媒体甚至评论说 ，F-47之于美国空军是未来制空支柱，而至于波音，则可能是企业复兴的关键。在合同宣布后的公开场合，总统特朗普也亲自为 F-47站台。他在一次演讲中盛赞波音的实验版原型机，声称从速度到机动性再到有效载荷，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媲美。他甚至称 F-47是有史以来最先进、最有能力、最致命的飞机。这种高调的评价不仅是一种政治宣传，也被解读为对波音公司的强力背书。在军方与业界看来，这既是对未来空优计划的压注，也是特朗普个人政治符号的一部分。第三步，研发节奏。根据公开规划，2025到2028年，工程与制造开发阶段 （EMD） 进行原型机建造与试飞准备。2029年之前，目标是实现首飞，最好能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成亮相。2030年代初，小批量生产，进入初始作战能力。2035年前后形成规模化部署，逐步取代 F-22的主力地位。第四步，部署规模。美国空军的规划是约200架有人机加超过1000架无人僚机，保持1:5的比例。这样每一架 F-47都可以带领一个微型空战群，相当于空军用较少的有人机放大整体作战规模。第五步，经验教训。美军在内部文件里多次提到 F-22的断供悲剧，生产线停产过早，导致后期无法补充。这次他们吸取教训， F-47要从一开始就设计成可升级平台，既能保持生产线延续，又能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换代。因此，波音被要求在生产线设计上预留灵活性，避免再次出现造一批就停产的窘境。可以说 F-47的研发计划是美国空军在巨额预算与战略焦虑之间的一次豪赌。它不仅仅是一架新飞机的问世，更是一场工业、技术与政治三位一体的试炼。一旦延误或失败，它可能成为又一个世纪工程的烂尾；一旦成功，它将定义美国空军未来30年的空中优势。如果说 F-22是一架战术霸主， F-35是一款多用途平台，那么 F-47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体系作战的中枢。首先，它代表了未来空战模式的转变。传统空战强调单机性能，隐身更好，机动性更强，航电更先进，但未来空战将不再是单机缠斗，而是人机协同、群体突防。一架 F-47带领4到5架中程僚机，可以像一个小型编队一样行动。无人机负责干扰、佯攻和火力交换，而有人机则隐藏在阵列中心，统筹全局。这意味着敌方雷达看到的不是一架飞机，而是一个蜂群战斗群。其次，它的战略意义在于突破高强度防空体系。在西太平洋，潜在对手的远程防空网覆盖数千公里，从地面雷达到空机预警机，再到防空导弹层层设防。F-22的隐身或许能突破第一道防线，但要在纵深区域维持制空优势就力不从心。而 F-47的长航程、协同无人机和 AI 战术算法，使它能在敌方纵深1000海里的空域作战，保持突防与持续压制能力。再次，它并不是单独作战，而是跨域联动。在未来的构想里
F-47会和 B-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配合 ，B-21深入投送远程打击 ，F-47提供空域压制和护航。它还会和卫星网络、预警机保持实时数据链路，做到全域感知。甚至在航母打击群中 ，F-47也能和舰载机、宙斯盾防空系统形成协同，成为制空盾牌。最后，它改变的不是战术，更是战略布局。过去，美国空军依靠数量有限的 F-22和大批 F-35勉强维持平衡。未来，一支以 F-47为核心的体系，可以用相对较少的无人机带动成倍数量的无人僚机，把整体作战能力几何级放大。这意味着美国空军不用在全球各地部署成千上万架飞机，而是靠灵活机动的小型编队就能覆盖关键战区。换句话说， F-47的价值不是赢下一场空战，而是让美国在21世纪中叶继续掌控空中优势的规则制定权。当然 ，F-47并非没有争议。事实上，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，就伴随着怀疑的声音。第一，成本压力。F-47的研发合同规模超过200亿美元，而单机造价预计将超过3亿美元。这不只是有人机本身的价格，如果加上4、5架配套的无人僚机，一整个编队的成本可能接近10亿美元。在美国空军内部就有人担心，这种豪华战机群未来是否真的能大量部署，还是又重蹈 F-22的覆辙，性能强但数量少，不足以覆盖全球。第二，波音的能力质疑。波音虽然是美国最老牌的航空巨头，但近10年来的表现并不光彩。KC-46加油机项目频频延期，商用机领域的737 MAX、787等机型因安全与质量问题受到广泛批评。在战斗机市场上，更是长期被洛克希德马丁压制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外界对波音是否能够顺利交付 F-47保持怀疑，甚至有评论直言，美国空军把未来30年的制空权压在了一家摇摇欲坠的公司身上。第三，技术挑战 ，AI 驾驶舱让机器代替人类决策，听上去很前卫，但如何避免误判甚至失控，依然是巨大风险。中程僚机协同，在实验室里他们能听话，但在实战中复杂电磁环境下，是否还能精准执行命令，这是未解之谜。多频段隐身理论上完美，但在面对低频雷达与红外探测时，是否真正长期保持隐身，还需要实战检验。换句话说 ，F-47是在多项尚未完全成熟的技术上同时压住，一旦其中一环落空，整体性能都会大打折扣。第四，政治风险。F-47的编号与特朗普紧密相连，第47任总统、第47架战机，甚至公开场合由他亲自背书。但这种政治绑定也带来了不确定性。如果未来美国换届，新政府是否会持续全力支持，还是像 F-22一样因预算与战略调整而腰斩？毕竟历史已经证明过，再强大的战机如果失去政治与资金支持，也只能停产收场。总结来看， F-47是一场高风险豪赌，它要么成为空战的传奇，要么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实验品。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外界充满期待，但同时也充满担忧。F-47的未来或许将直接决定美国空军在21世纪中叶的制空格局。第一种可能，它成为传奇， F-47将像当年的 F-22一样，成为空战历史上的里程碑。它会带领无人僚机蜂群突破纵深防空，和 B-21卫星、海军航母形成跨域作战体系。它不仅仅是一架战机，而是美国空军未来30年的制空中枢，用体系对抗的方式持续保持全球空中优势。第二种可能，它陷入泥潭，历史的阴影并未远去。F-22因为预算停产， F-35因技术妥协饱受争议， F-47如果无法克服成本压力、波音的交付风险，或是 AI 人机协同的技术瓶颈，它也可能沦为预算黑洞，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试验品。外界的批评早已开始，这是一次高风险豪赌，而豪赌并不一定能赢。第三种可能，它改变了规则。无论最终成功与否， F-47已经在改变空战的思维模式。它将单机性能转向体系优势，把 AI、无人机、远程突防这些概念写进了战机设计逻辑。未来无论是美国、欧洲还是亚洲的6代机，都将沿着类似的路线前进。换句话说， F-47已经让未来空战进入了人机协同时代，所以它的命运不只是美国空军的课题，也是全球军事史的一个分水岭。F-47究竟会成为美国空军的未来支柱，还是下一个预算黑洞？
它能否真正改变未来空战的规则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见。